中国经济还有救吗？说实在的，看完最新数据，再也都快吓尿了。这哪是经济下行啊，简直就是自由落体，连降落伞都没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8月份的财政收入。这组数据简直惨不忍睹，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了 2.8%， 而税收收入更是暴跌了 5.2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中国政府的钱包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。要知道，政府如果没钱了，那可真的是要出大事的。更为严峻的是，坊间甚至传出云南省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这种情况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，但实际情况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。然而，最让在野感到瞠目结舌的，还是8月份的卖地收入。数据显示，卖地收入同比暴跌了 41.8%， 创下了2015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。这已经是连续2个月降幅超过 40% 了。大家想想，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，现在卖地收入几乎归零，地方政府还能撑多久？很可能连发工资的钱都快没有了。据说，有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偷偷找兼职补贴生活了。这真的不是要完蛋的节奏吗？再也给大家算个明白账。今年1至8月份，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 14.7 万亿，扣除去年的特殊因素，实际增长也就可怜巴巴的 1% 左右。这点增长连通货膨胀都顶不住啊！再看看支出，今年前8个月支出进度才 60.9%， 创下近5年次低。这说明啥？说明政府是真的穷得叮当响，连该花的钱都不敢花了。再也听说有些地方连修路的钱都没有了，大家出门可得小心点，别把车轮陷进坑里了。有个网友说的可谓一针见血，土地财政崩盘，然后把本来能挣钱的汽车行业通过新能源搞成了靠补贴亏钱的行业，财政收入一塌糊涂的状态还有好长时间的。这话说得太在理了，再也都想给这位网友点个赞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新能源车补贴都快没了，这些车企怕是要集体破产啊！再来看看房地产市场，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！就拿广州来说，核心商圈的豪华小区房价一年跌了 40%， 大家想想，这可是广州啊！1线城市房价都跌成这德行了，其他城市还不得直接崩盘。再也听说有些2、3线城市的房子现在都快变成负资产了，买房的人哭都哭不出来啊！再也给大家爆个猛料，广州嘉裕公馆小区去年的房价还在20万平左右，现在呢12万平都卖不动，有业主都快崩溃了，疯狂降价，就想赶紧脱手。这哪是房子啊，简直就是烫手山芋！再也敢打赌，要是再这么跌下去，怕是要出现负资产了，到时候银行可就要哭死了。说到银行，那可真是雪上加霜。民生银行是恒大最大的债主，听说光恒大就欠他们293亿。现在恒大都快凉了，这钱还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呢。结果呢，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直接给员工减薪 50%， 这可是4000多号人啊！一下子工资砍一半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怕不是要直接沦为月光族了。再也给大家算算账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民生银行资产规模 7.55 万亿，净利润才225亿，同比下降 5.5%。更吓人的是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高达 5.29%， 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银行可能要赔得血本无归啊！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怕不是要出现新一轮金融危机。内需也是一片凄凉，连前高官刘世锦都坐不住了，喊话说要搞个10万亿的刺激计划。这位可是参与过18大、19大报告起草的大佬啊，他都说要刺激了，可见形势有多么严峻。不过再也想说，就算真搞10万亿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啊！这经济都烂成这样了，
10万亿能顶什么用？刘师姐还说，这次可不能学2008年那样搞4万亿了，要把钱花在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上。话说得好听，可问题是，政府现在哪来的钱啊？怕不是要把老百姓的养老钱都掏空吧？再也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推迟发放退休金了，这不是在玩火吗？说到这儿，各位老铁可能要问了，地方政府没钱了会咋办？那还不是各显神通，有的搞远洋捕捞，跨省敲诈企业，有的疯狂罚款，连饭店老板都被罚得叫苦不迭，更有甚者，直接威胁民企配合完成政绩。这哪是政府啊，简直就是土匪啊！再也听说，有的地方连路边摊都不放过，天天盯着小商小贩收保护费，这不是在逼老百姓造反吗？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筹钱，甚至把主意打到了医疗科技公司身上。一名张姓市场监管人员直接威胁企业负责人说句难听的，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本事，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。抓住一点小问题，一放大，这个企业就要完蛋，这还有王法吗？这还有法治吗？更吓人的是，有分析说，他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招可以用了，那就是大量印钞票。可这招一用，那可真是饮鸩止渴呀！一旦造成恶性通货膨胀，那老百姓的日子还不得水深火热？到时候怕是要出现抢米抢面的场面啊！再也劝大家，现在就得未雨绸缪，赶紧囤点粮食，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。再也觉得呀，中国经济这是要完蛋的节奏，土地财政崩溃了，房地产市场崩溃了，银行业岌岌可危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中央政府也是捉襟见肘。这种情况下，别说什么经济增长了，能不能维持现状都是个问题。再也敢打赌，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怕不是要重演历史上那些朝代末年的惨状啊！有人说中国还能砸锅卖铁呢，再也想说，你砸出来的锅谁买啊？现在民营企业都不敢投资了，谁还敢接你的盘？再说了，就算卖了，那也是杯水车薪啊！听说重庆璧山、内蒙古卓资、青海德令哈这些地方都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，这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再也听说，有些地方连政府大楼都想卖了，这不是在自掘坟墓吗？更别提什么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了。欧美现在可是对中国电动车虎视眈眈，马上就要加税了。到时候，中国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要断了。再也敢打赌，明年的出口数据肯定会难看得很。听说有些外贸企业已经开始裁员了，这不是要命的节奏吗？说实在的，再也看到这些数据，都替中国人捏一把汗。经济都这样了，老百姓的日子还能好过？工资减少了，房子又卖不出去，银行存款也不保险，这日子可咋过呀？怕不是要回到吃糠咽菜的年代。再也劝大家，现在就得开始学习种菜了，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。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推迟发放退休金了，还有的地方开始扣除健康保险，这不是在割韭菜吗？这是在要老百姓的命啊！再也听说，现在全国有8000万公务员，占人口的5.66%，光是养这些人就要花掉40%的财政支出。这么多人吃空饷，老百姓的钱都被吸干了，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怕不是要出现吃人的场面啊！更可怕的是，再也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变卖国有资产了，这不是在砸锅卖铁吗？这是要把祖宗留下的家底都败光啊！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怕不是要把长城都给卖了。最后，再也想说，大家可得把钱看紧了。现在这形势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？说不定哪天一觉醒来，钱就不值钱了。大家可得提前做好准备啊！再也建议，能换成外币的就换成外币，能买点黄金的就买点黄金，至少保住自己的本钱啊！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大家觉得中国经济还有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别忘了点赞订阅。
咱们下期再见。